走吧，魏婴。蓝忘机交接好工作，便带魏无羡一起回家。我衣服还在那家酒吧呢。魏无羡穿着一身兔女郎衣服跟在蓝忘机身后，别扭得很。已经取回来了。魏无羡这才发现蓝忘机手里提着一个纸袋。那快给我换上。魏无羡伸手就要去拿。蓝忘机灵敏一躲，侧脸看了一眼魏无羡，说：“这样挺好。”喂，蓝警官，你就让我穿着这身衣服回家。魏无羡摘掉兔耳朵和假发，本就不整齐的头发更加凌乱了。蓝忘机拿过兔耳朵，重新给魏无羡戴好，看了又看，十分满意。原来你喜欢兔女郎啊！魏无羡不恼反笑，挨蹭蹭往蓝忘机身上靠，难怪在酒吧里亲得那么入戏，是不是回家还要在床上？两人一走出警局的监控范围，就搂抱着亲吻了起来。蓝忘机的手往下，如愿以偿摸到那毛茸茸的兔尾巴。最近我们报社接到风声，一大早，总编就在魏无羡旁边叨叨。魏无羡忍无可忍，站起身，不去酒吧，不当卧底，不做兔女郎。什么兔女郎？总编皱眉。魏无羡面不改色摇头，揉了揉腰，又坐了下去。总编神情古怪看了魏无羡一眼，继续说：最近我们报社接到风声，说下午刑侦队要去对隐藏在附近小区的嫌犯实施抓捕。我好不容易争取了记者随行采访的机会，问记者要不要去？去，怎么不去？魏无羡哼了一声。总编拍拍魏无羡的肩膀，鼓励道：好好干。魏无羡哎呦一声。现在年轻人怎么了？身体这么弱？总编无语，你不是跟蓝警官在一起吗？没带你一起锻炼身体？魏无羡又揉揉肩膀，压低声音自言自语：锻炼也要有个度啊。魏无羡收拾好东西，就直接来到警局，刑侦队的队员都整装待发。总编事前给警局领导沟通过，所以大家看到魏无羡过来，都没有很惊讶，还很高兴地跟他打招呼。蓝战，这次的嫌犯危险吗？魏无羡找到蓝忘机，对方刚刚做好最后的安排部署。几年前犯下过杀人案。蓝忘机一脸严肃，你待在我身边。嘿嘿，放心啦，我害怕得很。有警察在，用不着他做什么，只需要写新闻就好。蓝警官要多多保护我哦。事前已经有警员在嫌犯藏身处暗中监视许久，今天刚刚拿到逮捕令，蓝忘机便立刻整队准备出发。一行人不到10分钟就来到嫌犯所在小区，蓝忘机早已对嫌犯的房间布局、小区通道了如指掌，队员们训练有素，迅速抵达分配好的点位。蓝忘机则带了几名队员来到嫌犯藏身的房屋外。蓝副队盯了一上午，下楼取过快递和外卖，就没再出过门。一个盯梢的队员报告道：屋子里3个人都在，一个不少。蓝忘机点头，看向身旁的队员，敲门。一名便衣队员上前敲门，其他人分成2队，拔出枪进入警戒状态。魏无羡乖乖待在队伍最后，离门最远。谁呀？门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：社区登记防疫信息。队员沉着地回答。男人发出一个不耐烦的声音，还是打开门。似乎是潜藏了许久，也似乎是因为疫情的原因，男人一点都没怀疑，把门大开，手里还拿着一个苹果，正准备啃。一看到外面2列神情戒备的刑警，条件反射把手里的苹果扔出去，就要关门。魏无羡探头一看，苹果不偏不倚打到他的额头，没什么力道，但发出轻微砰的一声，还是落进了蓝忘机和在场刑警们的耳朵。他打到魏记者了，敢打副队长夫人？妈的，敢打嫂子？不想活了吗？兄弟们跟我冲！蓝忘机还没来得及下指示，一群刑警就已破门而入。男人试图反抗，有队员抓起桌子上的西瓜就扣在他头上。其他队员也冲进屋抓另外2名嫌犯，都不用枪、手铐和警棍了，顺手拿起屋子里的扫把、鸡毛掸子和榴莲，带到嫌犯就是一顿暴揍。说是暴揍，其实又很讲究，揍的地方不是要害却痛得要死，屋子里的惨叫声此起彼伏。一切发生在一瞬间，屋外只剩魏无羡和蓝忘机2个人，僵硬的看着屋子里混乱一片。蓝战，我没事。魏无羡手足无措，这新闻拿回去怎么写？我知道。蓝忘机也一时无言。
3名嫌犯被带下楼时，看着挺正常的，但每走一步就惨叫一声，估计都伤在看不见的地方了。蓝湛，我这稿子怎么写？魏无羡真的犯难了，新闻讲究事实，又不能瞎编，只写结果。蓝忘机说道。也是。魏无羡点点头。总编好不容易争取来的采访机会，写出来估计就只有2行字了，而且是那种在办公室闷头就能写出来的句子。想到这里，魏无羡只有苦笑。那我就先回报社了。魏无羡跟蓝忘机回警局也没用，又不能旁听审讯，我打车回去，你们不用送我。好。魏无羡走了几步，忽然想再看看蓝忘机，回过头就看到蓝副队已经转身准备上警车了。魏无羡清楚地看见蓝忘机手里正拿着那颗砸中自己的苹果。这仨逃犯有的受了，魏无羡心想，下次自己还是别跟着来了。傍晚，魏无羡来警局接蓝忘机下班，一进门就看到10几个刑警在警局院坝后面深蹲跳。他们怎么啦？魏无羡问值班警员。听说今天的抓捕行动没有听指挥擅自行动，被蓝副队罚了。值班警员随口答道。哦，蓝副队等下就会下班，魏记者你在楼下等。可怜呐，魏无羡感叹。可怜啥？他们就是精力过剩。警员看热闹似的。没过一会儿，蓝忘机果然下楼了，向院坝里说了一声什么，刑警们像获得解放一般，互相打打闹闹就解散了。哟，魏无羡靠在值班室门口，这么严厉啊，蓝副队。魏婴。蓝忘机看过来的目光瞬间温柔了许多。苹果呢？魏无羡咧嘴笑了。蓝忘机有些意外，但很快恢复常态，低声回答，还给嫌犯了。魏无羡忍不住噗呲一声笑了出来，蓝忘机怎么还的，他都能想象个七七八八。虽然队员们冲动了，但蓝副队也不甘落后啊。魏无羡心里暖暖的，笑着说，蓝湛，你怎么那么浪漫呢？真是爱死你了。回家。蓝忘机嘴角也带着淡淡的笑意。好啊。魏无羡蹦蹦跳跳走到蓝忘机身边，自然地挽上蓝忘机的胳膊，声音也软糯糯的。哎呀，我好像觉得额头有点痛哎，可能需要警察同志亲亲才能好了。回去亲。现在亲，现在亲。魏无羡看到四周没人，就把脸凑到蓝忘机面前。蓝警官无奈，只好低头在小记者的额头啄了一下。魏无羡立刻绽放灿烂的笑脸，抱住蓝忘机的腰，2人歪歪扭扭走出了警局。值班警员，他们看不见我吗？他们看不见我吗？他们真的看不见我吗？救命！